长安城北城门，公元626年，27岁的年轻皇帝李世民正带领着亲信向城外疾驰。在距离都城仅仅25千米的渭水北岸，10万突厥骑兵在可汗的亲自带领下，准备向年轻的唐王朝发动一场攻击。而此时的东突厥是李家父子重要的军事盟友，但是唐朝与东突厥之间的友好关系很快便出现了裂痕。随着李家父子的征战，唐王朝逐渐统一中原，实力越来越强大，这显然是东突厥可汗无法容忍的。东突厥开始以武装威胁与进攻的手段，遏制唐朝朝着更强大的方向发展。与此同时，位于祁连山脉一带的吐谷浑对唐王朝的边境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。公元626年，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第2个儿子李世民成为新的王朝统治者。李世民无疑是李氏家族中最优秀的骑士和射手，正是依靠他优秀的个人能力和指挥作战的领导才能，李家王朝在立国后的短短5年中，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。如今，王朝新任统治者李世民迎来了皇帝生涯中第1次巨大的挑战。突厥骑兵列阵渭水北岸，唐帝国的都城岌岌可危。此时，李世民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。勇敢的皇帝李世民带着6名亲信来到渭水南岸，与颉利可汗对话。这位唐王朝年轻的统治者，既具备优秀汉族领袖的军事谋略，又能熟练运用游牧部族崇尚的个人神性魅力。激发的战争偃旗息鼓。2天后，颉利可汗与李世民再次相聚渭水桥上，斩杀白马立盟，史称渭水之盟。李世民与突厥可汗签署的和平协议，虽然表面上是唐王妥协，继续用丰厚的物资换取和平，
但突厥人却因此意识到，这个新上任的唐王并不好惹。新的汉人皇帝李世民对草原政治了如指掌，他的战术目标是迫使突厥撤退。他认为，只要有充足的时间，突厥就会由于内部争端而土崩瓦解。渭水之盟为唐王朝发展经济积蓄力量赢得了时间。在李世民当上皇帝的1年前，唐王朝已经在边境设立护市。渭水之盟后，唐王朝与突厥吐谷浑的边境贸易日渐兴旺。此时的中原经历了长时间战乱，耕牛奇缺。通过边境交易，突厥吐谷浑和其他部落的牲畜大量输入，这使得中原的农业经济迅速恢复。同时，大量丝绸等中原物品通过唐王朝的赠送和民间的交易，运往北部草原。突厥贵族将这些用作商品销往亚非欧各地，这使得当时的欧亚大陆拥有了紧密的经济联系，而突厥是这一经济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。亲身经历隋末动乱的李世民深知，比战争更重要的是探求治国之道。他将要开创的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宏伟事业。这一事业远远超越了长城这一人工建筑所包围的地域，也远远超越了农耕和游牧这一似乎亘古的生活方式的分界。在长城生命最暗淡的时光里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宽容，正在这个混血的王朝中悄然滋长。阴山山脉自古以来是农耕与游牧交错之地。自从第一个中原农耕王朝在这片山脉中修筑长城以来，这里成为双方碰撞与交融的最前沿。公元630年，阴山再一次成为农耕与游牧决战的战场。这一年刚刚开始，阴山凛冽的寒风中，迎来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。36岁的李世继是这支队伍的统帅。李世继并没有显赫的贵族身份，在隋朝末年的军事征伐中，他依靠军事才能进入唐朝统治者的视野。如今，他迎来了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。自从唐太宗即位后，他采取以农为本、厉行节约、休养生息一系列政策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。新生的王朝逐渐拥有了稳定边疆地区的力量。这一年年末，皇帝部署了一场庞大的军事行动。5支帝国的军队从帝国北部的不同道路出发，
向阴山一带的东突厥发起总攻。李世继是这支10万远征军的最高统帅。59岁的唐朝开国将军李靖，成为这场决战最大的功臣。在弥漫的大雾中，他带领骑兵悄然接近突厥营地。等到突厥人被马蹄声惊醒时，唐朝军队离营地只有不到8000米路程。来不及抵抗的杰利可汗只好选择逃跑。当李靖冲入可汗营帐，营帐中只剩下杰利可汗的妻子。这位隋朝公主，在远离家乡的大漠度过了漫长的时光，先后嫁给4位突厥可汗。如今，她的生命以惨烈的方式，终结在这位汉人将军的手中。在阴山山脉北端出口处，杰利可汗遇见了这次行动的最高统帅李世继。投降，成为这位英勇好战的突厥可汗此刻唯一的选择。战争结束后，帝国内部有人向皇帝李世民提出修筑长城的建议。李世民断然否定了这一农耕王朝一贯的北部边疆政策。他指出，朕今委任李世继于并州，遂使突厥畏威遁走，塞原安静，岂不胜远筑长城也？这场与东突厥的最后决战，将阴山以及北部的大漠地区纳入大唐版图。唐王朝将大批突厥人安置在北部边境。皇帝允许这些居住在长城沿线的游牧人保持游牧的生活习惯，为唐王朝戍守边疆。对东突厥的征服战争和边疆地区的军政制，开创了唐王朝北部边疆的新格局。在有效防御的基础上，一种被称为羁縻制度的管理方式被开创出来。羁縻府州实际上就是在臣属于中央王朝前提下，类似民族自治的区域。虽然这些地方享有较大的民族自治权，但仍然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此后，唐王朝根据边疆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，灵活地采取了招抚、争取、和亲或征战方式。臣服了的漠北部落，从此将唐朝的皇帝李世民尊为天可汗。跨越今天内蒙古到中亚北部的丝绸之路北线，被开辟为参拜天可汗的驿道。李世民开创的是唐王朝的第一个盛世。在他当上皇帝的第2年，唐朝只有290万户人口。当他把帝位传递给儿子后的第3年，唐王朝的人口已经达到380万户。此时的唐王朝，社会安定，经济富足。
于东突厥故地设置都督府之后，唐王朝在100多年的时间里，先后在东北、北方、西北和西南边疆设置了856个羁縻府州。这个数字是当时内地府州总量的2.6倍。一个超越秦汉的空前统一的强大王朝，在唐王朝的第2位皇帝手里开创出来。长安城，公元677年，一座特别的寺院刚刚开始修建。寺院的主人是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，来自伊朗高原的波斯王子卑路斯。而下令建造寺院的是唐王朝的第3位皇帝李治。公元7世纪中叶，最后一个波斯王朝在阿拉伯的征伐下灭亡。卑路斯的父亲在一座磨坊内被残忍杀害，卑路斯仓皇向东方逃窜。那时，唐王朝正忙于在帕米尔高原的东部与西突厥征战。波斯国先后3次向李治派遣使者，请求唐帝国派兵征讨阿拉伯。但是，李治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兵力救助帕米尔以西的波斯帝国。丝绸之路曾经是亚洲西部的波斯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。依靠丝路贸易中得到的巨额利润，使波斯帝国在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兴盛了长达1000年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如今，这条道路却成为波斯王子卑路斯的逃亡之路。今天的阿富汗境内是波斯王子卑路斯的第1个落脚点，但是阿拉伯人并没有放过对他的追踪。受到阿拉伯军队进逼的卑路斯王子再次向唐王朝求助。此时的唐王朝已经征服西突厥，在帕米尔高原设立政治机构。中国新疆吐鲁番以西的一处台地上，耸立着一座宏伟的城池遗址——交河故城。城内建筑按功能分区，这一特点和同时期的中原城市一致。公元640年，唐王朝在这里设立安西都护府，管理西域军政事务。唐朝统一西域后，中西贸易交往日益密切。汉王朝开辟的丝绸之路，此时达到贸易顶峰，形成南中北3条主干线，以及天山南北的多条支线。为了保护丝绸之路，唐王朝在西域设置了完善的军政机构。公元685年5月，唐王朝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周迁至龟兹。这座北依天山、南望大漠的军事政治管理机构，成为丝绸之路的保护伞。唐王朝以安西都护府治所为中心，以丝绸之路为主线，辐射状设防，在往东100余千米的丝路要隘轮台城置守拙，
东南80千米处的唐王城治镇，西南40千米处通古斯巴什城治镇，西北30千米处库木土拉城治镇。在镇与镇之间有戍所守卫，在镇戍前10千米处置烽燧，互为犄角，保卫丝路交通。唐朝改革重骑兵为轻骑兵，灵活快捷，因此，无论敌军从东南西北四方侵扰龟兹或丝绸之路，安西都护可依托镇戍丰厚，远程奔袭。张籍诗称：“无数铃声摇过气，鹰驼白练到安西。”岑参的诗里写道：“左者新破胡，安西兵马回。铁关控天涯，万里何聊哉。”这些诗句无疑是安西都护府保卫丝路交通安全的真实写照。公元661年，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治下设立波斯都督府，任命卑路斯为都督。逃亡途中的波斯王子，终于得到唐帝国的庇护。但是，阿拉伯骑兵并没有就此放过波斯王子。卑路斯再一次踏上逃亡之路。这一次，他终于来到丝绸之路的终点——唐王朝的都城长安。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，在84平方千米的城区内，居住着多达100万人口。这些人当中，有来自印度、伊朗、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地区的众多商人，也有来自朝鲜和日本的大量留学生。皇帝甚至为来自西域的王子们设立了专属的街区。在长安城的西市，粟特人开立的酒肆随处可见。这里不仅有西域饮料和美酒，更有善于弹唱的胡人歌姬。然而，这一切都无法解脱亡国的波斯王子卑路斯的痛苦。他向唐朝皇帝提出了建造一座拜火教寺院的申请。皇帝爽快地答应了这一貌似不可能的请求。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2年时光后，波斯王子卑路斯在长安的拜火教寺院中，安静地结束了生命。他和他的后人再也没有能够完成复国的梦想。新疆鄯善县以西大约40千米处，有一座呈方形的烽燧遗址，边长17.8米，高11.1米。整座烽燧土坯垒砌而成，由外体建筑和中心建筑2部分组成。中心建筑内部有4层拱顶居室，
这是我国目前保存较完好、较大的唐代烽燧。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，矗立着另外一座土坯垒筑的唐代烽火台，残高约14米，台基宽约7米。土坯夹层中放置原木桩，增加拉力，使得烽火台在1000多年的岁月里屹立不倒。唐王朝在西域设立了大量烽燧，直到今天，在天山南北甚至帕米尔高原的山谷之间，依然能够找到唐王朝留下的烽燧遗址。这些烽火台或修筑于四顾险绝处，或修筑于平坦开阔处，间距多为13.5千米。若有山冈隔绝，地形不便，则不限间隔距离，但必须实现峰峰相望。靠近边境的烽火台还会在其外围修筑城障，加强防卫。唐王朝统治时期是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日子。这条国际商业贸易路线将首都长安和中亚、西亚、东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编织成一张巨大的交通网。东方与西方沿着这条贸易之路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。与此同时，一种特殊的文明交流方式也在悄然发生着。公元751年，一支唐王朝的远征军正在行军。这支号称7万人的唐朝军队，统帅是唐王朝在西域的最高指挥官高仙芝。从公元8世纪初开始，西域形势变得复杂而危急，出现了吐蕃与后突厥的双重威胁。公元702年12月，唐王朝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。9年后，北庭都护府升格为大都护府，成为单独的军政机构，直属于朝廷。公元708年3月，为了控制北部边疆，唐王朝在阴山南部的黄河北岸建造了3座被冠名为受降城的城堡，与周边军镇一起构成河套内外的防御体系，对后突厥和吐蕃的威胁构成有力的防范。今天内蒙古托克托县城北部这些不起眼的黄土堆，就是唐代东受降城遗址。由于紧邻黄河，土质松软，在千年雨水冲刷下，这座昔日的北疆边关已经面目全非。3座受降城间距200多千米，互为依托，又置烽火台1800座，使东西呼应。自此，唐王朝向北拓地150多千米，后突厥不敢再南渡黄河放牧，减少了对唐朝的威胁。朔方军裁减数万人，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。
寿降城不仅是军事工程，还是唐朝与北方各族互市之所，成为民族交流融合的前沿基地。到了开元年间，唐朝国力空前强盛，军事实力也随之增强。唐在与吐蕃的战争中逐渐占有优势。公元747年和公元750年，高仙芝2次带兵越过帕米尔高原，攻打吐蕃。经过这2次的征战，唐朝在对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，国力发展到了顶峰。同时，高仙芝也为自己赢得了极大的声誉，被吐蕃和大食誉为山地之王。高仙芝再一次带领军队，从位于今天新疆地区的唐王朝西部管理机构出发，翻越了海拔5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。如今，他们即将结束350多千米的远征，到达战场。他们的敌人是新兴的阿拉伯帝国。就在唐王朝建立后不久，阿拉伯帝国形成。在英旗的旗帜下，阿拉伯人开始征服世界的行动。经过100多年血与火的战争，建立起一个横跨亚非欧3大洲的空前帝国，统治面积甚至超过了当时唐王朝的版图。如今，2个强大的帝国即将在帕米尔相遇。在唐王朝的远征队伍中，工匠有着优越的待遇，他们可以乘坐马车前行。帝国的统治者规定，将士在战争中一旦获得胜利，除了奖励将士，还要奖励为他们生产武器的匠人。因此，唐王朝得以拥有冷兵器时代最完美的武器。唐朝的弩种类丰富，这些弩的射程远近不同，士兵们可以根据战场的复杂情况，随机选择需要的弩箭种类。唐军的主力部队，一个标准的军团包含2万人，其中辎重兵6000人，马军4000人，步兵1万人。在这次远征军出发的1年之前，高仙芝带领的唐军先后在对中亚一带2个小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。在对其中一个小王国的征战中，这位常胜将军血洗了整个城池。侥幸逃脱的王子向强大的阿拉伯帝国求救。一生从未吃过败仗的唐朝将军高仙芝决定先发制人。在达罗斯城下，高仙芝带领的远征军进行了整整5天的攻城战。这一天夜晚，一队阿拉伯士兵绕过城门，从唐朝军队的后方悄悄接近。连日征战的唐王朝军队终于溃败。
是戎马一生的高仙芝遭遇的第一次败仗。这场战斗结束后，从战场上生还的唐朝将士只剩下数千人，上万将士抛尸中亚，数千人成为阿拉伯的俘虏。大罗斯之战后，阿拉伯帝国放弃了继续向东亚扩张。阿拉伯帝国俘获的唐军俘虏中，有着大量优秀的工匠，他们被阿拉伯军队带到中亚世界。在这次战争结束后不久，在中国工匠的指导下，中亚建立起第一个造纸厂和瓷窑，丝绸的秘密制作工艺也开始被公开传授。这些产品成为阿拉伯对欧洲贸易的最重要商品。人类的文明成果，以战争这一貌似无情的方式，得到广泛而深入的交流。长安，公元756年5月的一个晚上，唐王朝的皇帝玄宗站在宫殿外，瞭望着远处的烽火台。唐王朝的烽火预警系统非常完备。从都城长安到北部边关的路途上，每隔15千米就有一座烽火台。这些烽火一昼夜能传递1000千米。自从东北边境的叛军接近长安北部防线，每天一到晚上，烽火台就点燃报平安的烽火。然而这天晚上，烽火迟迟没有点燃。唐王朝的反叛者是一位叫安禄山的北部边疆守将。这位突厥与西域胡人的混血儿，从小生长在边境，在唐王朝镇压周边游牧部落的战争中，曾经立下赫赫军功。公元711年，为防范吐蕃的入侵，唐朝在河西设立第一个藩镇。到了唐玄宗时，开始增设大量的藩镇。伴随着边地藩镇的设立，边地置有大量的精兵，共计49万士卒和8万匹战马屯驻边地。边疆守将势力的日益庞大，很快就为强盛的帝国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危机。善于征战的安禄山赢得了唐朝皇帝的极大信任，他甚至被皇帝最宠爱的妃子认养为干儿子，得以自由出入宫廷。在发动叛乱时，安禄山兼任范阳、平卢、河东3个军镇的节度使，掌握的军队达到了全国兵力的36%。安禄山有了叛乱的实力，而叛乱的野心则随着势力日益增长。此时，唐王朝曾经行之有效的土地和兵役制度已经彻底崩溃。唐玄宗统治的第38年，雇佣兵和职业兵代替了兵农合一、自愿出征的士兵。为了守卫漫长的边疆地区，唐王朝长期在边疆屯驻重兵，内地军备力量却越来越不足。皇帝对整个帝国的控制能力急剧下降。
自从安禄山带领叛军南下，一个又一个唐王朝的城池被轻易攻陷。如今，安禄山进驻唐朝的东都洛阳，另一支叛军越过长安北部最坚固的军事防线。此时的唐王朝内部，经历了长达100年的和平时期，战争对朝廷上下变得陌生而遥远。叛乱带来一片动荡和惧怕，唐王朝只得打开皇家仓库，拿出绫罗绸缎，临时招募兵卒。一支以集市商贩为主的宫廷警卫部队被组织起来。皇帝和朝廷的命运岌岌可危。这一天，皇帝故意发出公告，他将亲自带领军队讨伐叛军安禄山。这是皇帝放出的烟雾弹。在禁军护卫下，皇帝带着自己最宠爱的妃子、家人和大臣，踏上逃亡之路。行程刚刚开始后不久，意料之外的兵变在出逃队伍中发生了。亡国的罪名被加到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身上。禁军将士要求处死杨国忠和他的妹妹杨贵妃。在身边守卫的逼迫下，皇帝交出了自己最宠爱的妃子的生命。这位曾经掌控着辽阔国土的帝国统治者，如今却无法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娇弱的生命。帝国的都城危在旦夕，唐王朝决定邀请回纥和吐蕃参战。双方约定，收复长安和洛阳后，土地归唐朝，财富和俘虏归参战的客军。中国黄河流域最繁华的城市，就这样成为游牧部族的战场。安史之乱成为唐王朝由强盛急剧转向衰落的转折点。在2006年开始的中国长城资源调查工作中，新疆大地上的这些烽燧被列入长城范畴，长城的概念因此被再次刷新。调查结果显示，仅汉唐2代，在新疆大地上遗存下来的烽燧达300多个。这些烽燧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，连点成线，连线成网，彼此呼应。曾经伫立在西域风沙中的烽燧，是丝绸之路的地标。它们不仅是军事设施，也是保护商队的安全岛，补充给养的驿站。在唐王朝统治时期，烽燧更多地适应了中国对外交流开放的需要，变聚为营，变封闭为开放。既是中央王朝经营统治西域的重要举措，更起着保护边疆和古代丝绸之路畅通的双重作用。如今，
历经千年日升月落，目睹过烽烟战火，也聆听过商队驼铃的古老风岁，像是一部别样的史册，记录了丝绸之路的变迁，以及西域政治经济格局的风云变幻。在唐王朝近300年的统治中，都护府、羁縻府州管理的区域占了整个版图的2/3以上，其中居住着数十支少数民族、部族与部落，他们与汉族相互依存、相互促进，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得以巩固。唐王朝统治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商业的黄金时代。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，有1半以上集中在中国。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，更成为世界性的大都会。在属于长城防御体系的烽燧护卫之下，丝绸之路的贸易达到历史巅峰，成为中国文明、古印度文明、波斯文明和欧洲文明的交汇之处。在烽燧体系连接而成的广阔区域内，唐王朝将中国这一概念赋予了全新的含义。就在这个独一无二的时代，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、庞大而多元的民族。中国这一名称，不再代表有血统界定的种族，而是认同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，却又呈现多元性的人群。黄袍加身的皇帝，开启了一个新的中原王朝。都城被围，皇帝被俘，失去长城屏障的农耕王朝退居江南。真正的游牧部族如何终结南北对峙的局面？